著名服装设计师被发现惨死家中，最终他的爱犬继承了他的豪宅。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鲁道夫·莫斯哈默，1940年9月出生于德国的慕尼黑。鲁道夫是德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，他的客户基本都来自上流社会，其中比较知名的包括施瓦辛格、理查德·张伯伦，还有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等等。鲁道夫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父亲曾是慕尼黑一家火灾保险公司的总监，但在1956年时他失业了，家庭财政陷入了困境。失业后的父亲开始酗酒，整个人变得十分暴躁，经常对家人拳打脚踢，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。最终鲁道夫和母亲从家中搬离，摆脱了这一困境。鲁道夫的父亲后来成为了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并在几年后去世。鲁道夫的母亲是一位设计师，在慕尼黑的市中心拥有一家精品店，母子两人相依为命，关系十分要好。鲁道夫完成学业后在一家服装店担任销售，渐渐的他开始对服装设计产生了兴趣，并在8年后，也就是1968年从母亲那里接手了店铺，开设了自己的时装店。鲁道夫以设计奢华的服饰而闻名，他通过自身的业务能力，很快他就在时尚界建立了自己的声誉，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。鲁道夫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，都能以奇特的外表引人注目。他的时尚品味非常夸张，他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的假发，怀里总是抱着爱犬黛西。他的母亲也总是戴着紫色的假发，他们经常一起出席慕尼黑的公共活动。不幸的是，他的母亲在1993年去世了。鲁道夫的身上还有另一个标志，就是他的约克夏爱犬黛西，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带着黛西，人们总是看到鲁道夫抱着他的爱犬。他甚至还写了一本关于黛西的书，他似乎非常喜欢这个品种的狗，因为这已经是他第4只同名同种类的狗了。当然，这也是最后一只，因为这只狗目睹了鲁道夫的死亡，成为了那个夜晚唯一的目击者。时间来到2005年1月15日的早上，鲁道夫的私人司机安德烈亚斯像往常一样来到鲁道夫家。今天家中格外的安静，安德烈亚斯径直往屋内走着。当他来到走廊时，发现了64岁的鲁道夫僵硬地躺在地上，他颈部缠着一根电缆线，而他的爱犬黛西就在旁边安然无恙。安德烈亚斯立即联系了警方，并报告了自己所看到的情况。警察到达现场后，确认鲁道夫已经死亡。鲁道夫的尸体被带走检查，尸检显示鲁道夫死于窒息，而缠在他颈部的电缆线正是杀死他的凶器。种种迹象都表明鲁道夫是死于谋杀，但别墅没有闯入的痕迹，屋内没有打斗的迹象，贵重物品也没有丢失。调查显示，鲁道夫最后一次活着被看到是遇害前的傍晚。司机下班后，鲁道夫驾驶着他的劳斯莱斯去见了一个学生时代的女友，他们一起前往了一家意大利餐厅。鲁道夫是这家餐厅的常客，这周鲁道夫已经是第3次光顾了。他和伴侣坐在他常坐的位置。鲁道夫离开餐厅时大约是晚上9点左右，他先把同伴送回了家，接下来他去了哪里无人得知。警方开始以为是仇杀，但是调查发现鲁道夫不曾与人结仇，而且他一生都致力于帮助他人。他经常向慕尼黑一个慈善机构捐款，并积极捐助戒毒康复中心。他创立了一个基金会，致力于帮助无家可归的人。多年来，他邀请城市及周边的无家可归者一起共进晚餐。他的善举在当地赢得了一致的好评。随着调查继续，案件很快有了新的进展。现场采集到的 DNA 有了比对的结果， DNA 来自一个25岁的伊拉克男子，男子名叫赫里施。2004年，赫里施因涉嫌身体伤害和性侵犯而被记录在案。尽管后来这些案件被撤销，但他的 DNA 数据仍被保留。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赫里施，他立即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赫里施于1979年出生在伊拉克的库尔德，他于2001年从伊拉克流亡至德国，并一直在餐饮业工作。事发当天，两人在慕尼黑中央车站相遇。原来在送完同伴后，鲁道夫并没有直接回家，他将车开进了慕尼黑的市中心。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他漫无目的地穿越在市中心。最终他来到慕尼黑的主火车站，遇到了结束他生命的赫里施。赫里施喜欢光顾火车站的一家赌场，鲁道夫主动找到赫里施搭讪，他提出以2000欧元的报酬让对方为自己提供性服务。
克里斯确实很需要钱，随即他同意了鲁道夫的提议。两人于凌晨12点左右抵达了鲁道夫的别墅。根据克里斯的说法，在提供完服务后，他向鲁道夫索要2000欧元的报酬，鲁道夫拒绝支付，导致两人发生了争执。愤怒的克里斯拿起旁边的电话线，用力勒住鲁道夫的脖子，使他窒息死亡。克里斯从钱夹里拿走了2000欧元，随后他逃离了鲁道夫家，乘坐一辆电车离开了那里。为了躲避抓捕，他还剃光了自己的头发。最终克里斯因为谋杀鲁道夫被判处终身监禁。根据鲁道夫的遗嘱，他的时装店由他以前的生意伙伴继承，他的爱犬黛西将留在他的别墅中直到去世，期间由他的司机全权照顾。但黛西也没在别墅里生活多长时间，他在鲁道夫去世1年后也死去了，于2006年10月24日去世。由于鲁道夫一生都致力于慈善，他的去世影响了许多的人。在他遇害后，他的时装店门口被人们围了好几天，人们聚集到这里为这个善良的设计师献上花朵并点燃蜡烛。